和新加坡接壤的马来西亚森美兰州的波德申，是距离吉隆坡最近的海边小镇，常年温度在26度以上。这里的华人大多是上世纪30年代社会动荡时期从广東、福建一帶來到這裡的。中國人嚟呢度咧，多數都係揀海邊啊，海邊有魚食嘛，起碼都捉下魚都有一餐魚食嘛。在馬來西亞3000多萬人口中，華人佔了22%，他們大部分從事和餐飲相關的工作。像祖輩一樣做捕魚、養豬、割樹膠等苦力的華人越來越少。老闆，今天菜怎樣啊？哦，還可以哦。OK， 謝謝。每到周末，華人2代周天然的餐廳總能坐滿慕名而來的食客。來這兒吃飯的大多是波德申當地的華人。吸引他們的，除了這裡的中餐，大家都是衝着招牌菜咖喱麵包雞來的。為了這款特別的麵包雞，早上7點，周天然父子倆就忙活開了。秘製的底料是咖喱粉加上20多種香料調配而成的。你落咗咖喱料咧，就炒香佢，落水呢個雞子15分鐘。23年前，周天然和妻子靠着這道麵包雞，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，讓餐廳生意重新煥發生機。妻子去世後，周天然決定把製作這道招牌菜的工作交給兒子周一輝。受當地飲食影響，這裡的華人吃東西喜歡帶點辣味，熬製咖喱汁時加入椰奶，可以中和咖喱的辛辣，適合喜歡清淡的廣東人。其實喺馬來西亞咧，咖喱嘅比方咧其實好多嘅，每一個餐館都唔一樣，所以呢個係我媽係慢慢去研究出嚟。煮好的咖喱汁倒入分裝好的雞肉內，迥異不同的香料匯集在一起，構成咖喱雞令人意想不到的濃郁香味。製作咖喱雞的同時，另一邊麵包皮已經攪拌完成。周一輝要將麵團按照相同的重量分切，拍成一個個麵團，這樣才能保證每個麵包最後達到相同的口感。店裡的麵包機都是當天製作，當天賣完。平日裡每天要製作200個麵包，節假日的時候，一天更是達到500-600個。等麵團發酵完成，在表面塗上蛋液，一個個胖嘟嘟的麵包就可以進烤箱了。做好的咖喱麵包機像一個個金枕頭，吃的時候輕輕剪開上層麵包，藏於麵包肚子裡的咖喱雞依舊新鮮熱辣，雞肉嫩滑爽口，烤製的黃油麵包蓬鬆耐嚼，蘸上咖喱醬汁，風味更甚。這裡的麵包除了有咖喱雞味、咖喱排骨味，還有咖喱雞和東坡肉組成的鴛鴦味，所有的混搭都是華人口味和當地口味的結合。炎熱的天氣裡，在食物中加入了咖喱，除了能增加色香味兒，更讓人胃口大增，吸引了不少咖喱愛好者。周天然從14歲開始學廚，如今已經當了40多年廚師了。
跟附近市场的档主都很熟。除了咖喱面包机，店里的招牌龙虎烩海鲜也是周天然的拿手菜。这道名字霸气的菜肴，其实是一道传统宴客佳肴。足斤重的青蟹遇到了大虾，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。周围更有蛤蜊、鱿鱼、肉丸来围观，十分热闹。最后加入咖喱、当归、桂皮等调制的汤底，像是一款融合了马来西亚风情的盆菜。吃的时候咸中带鲜，还带有微微一丝辣意，搭配上米粉，吸收了满满的汤汁，入口瞬间幸福感爆棚。虽然是在马来西亚出生长大，周天然的口味在适应本土的同时，基因里最喜欢的依旧是中餐。今天，周天然要去参加一个重要的晚宴。今天的晚宴也为学校带来了55万的款项。原来，每年这里的华人都会举行慈善宴会，为当地的华文学校募集办学资金。周天然参与的餐饮公司免费提供了整场活动的菜肴。在马来西亚成长的华人，大多从小在华文学校读书，不仅要学当地语言，普通话更是标配。这也是当地华人即使是第4代、第5代，仍然能说出一口流利中文的原因。现在，餐厅经营稳定，有空的时候，周天然会回到小时候长大的渔村走走。当年，爷爷从茂名到这当渔民时住的小房子还在，不過這裡的華人生活改善之後，都陸續搬走了。捉魚嗰陣時唔係話好揾錢嘅，米缸日都有空㗎。今日買米就今日食晒，聽日再買過㗎。這些年，從當廚師開始，到租店面開餐廳，最後攢錢買下店面，周天然一家不僅僅凝聚了3代廣東人在馬來西亞的奮鬥史，更是千萬華人下南洋的生活縮影。地處中美洲最南部的巴拿馬共和國，早在160多年前就有華人踏足修建鐵路。世界第8大奇蹟巴拿馬運河，華工的貢獻不可磨滅。如今巴拿馬近400萬人口中，就有近20萬是華人，而華人中又有90%來自廣東。嗱，呢度聽聞咧有100幾年歷史嘅，又係文物嚟嘅。花姐，好啊好啊好啊，早晨早晨，好啊好啊。多謝。哎，阿添，早晨。早晨早晨。早晨。楊子榮是香港人，1983年只身來到巴拿馬工作，常來唐人街看看國人的身影，聽聽熟悉的鄉音，一解鄉愁。頭嗰2年咧，就一個人喺巴拿馬啦，冇親冇戚啦。我哋又嚟唐人街買啲雜誌啊，同埋租錄影帶啊，等下豐盛下嘅生活啊，等佢冇咁悶啦。漫長的融入讓大家難分彼此。勤勞的老廣們為巴拿馬的建設做貢獻的同時，粵菜也在這個國家遍地開花。經過30多年的打拼，楊子榮如今管理着當地3大華人餐館之一的龍鳳樓。每逢節假日的用餐高峰期，楊子榮也會扎進後廚和工人們一起做點心，為節日做準備。
我由10幾歲開始做㗎啦。呢度嘅大老闆咧就聘請我哋咧就嚟巴拿馬，嗰陣時係24歲左右啦。咁啊嚟咗呢度咧就結識咗我太太啦，就喺度結婚啦，拉尾就逗留喺度啦，一路咁做落去啦。杨子荣本就点心师傅出身，来到巴拿马之后，教会了许多当地人制作中式点心。现在后厨多数都是他的徒弟或者徒孙，负责当地10几家中餐館及快餐店的點心和甜品的製作。佢好快手啊！西人嚟講，佢做得最快㗎啦，係啊。呢個咧就叫 Christian， 佢做咗14年㗎啦，佢哥倫比亞人，佢都好幫到手㗎。巴拿馬地處太平洋與大西洋之間，海產品極其豐富。每天早上太陽升起，正是漁港繁忙之時。楊子榮早早的就過來選購海鮮。好啦，呢間我陳家樂。呢個蟹咧就係巴拿馬嘅特有嘅深水蟹，佢就係出產於巴拿馬嘅大西洋嗰邊嘅，係印第安人區嘅特有嘅深水蟹。個殼咧就好厚，肉咧就好肥美，個鉗咧就好大隻嘅，好重。呢個蟹都有4磅幾嘅，係啊，好大隻。我就要呢一隻啦，我又買呢一隻啦。搭咩姐？巴拿馬人對菜肴的味道非常專一，幾十年不變，而且雞和海鮮上桌不能見骨頭。為了迎合當地人的習慣，買回來的螃蟹，楊子榮需要特別的處理，才能搬上餐桌。好多西人都會怕麻煩啦，佢想食得係安靜啲啊。依家我哋都有部分中國人都中意咁樣食嘅，尤其是招待啲客人啊，比較食得斯文啲啦。係啊，西人嚟講咧，中意係比較濃郁啲嘅味道嘅。其實攞啲蟹肉出嚟咧，都唔係一件好困難嘅事嚟嘅。呢個就係蟹鉗嘅肉啦，呢個就係蟹腳嘅肉啦，呢一個咧就係蟹身嘅肉啦。拆好的蟹肉盛放在蟹殼裡。螃蟹的做法比較簡單，先把蟹肉入油鍋炸至7成熟，薑蔥爆香，放入蟹肉翻炒，起鍋裝入蟹殼。巴拿馬人喜愛的薑蔥炒蟹大功告成，薑蔥的清香把蟹的香味襯托得恰到好處，蟹肉潔白嫩滑清甜，在薑蔥的激發之下，味道更顯濃郁。呢個魚咧就係叫細眼魚啦，係可以講係巴拿馬特有啦。佢嗰個魚質好幼滑嚇，我哋中國人啊鬼佬都好中意嘅。入油鍋至焦黃，西紅柿、薑蔥加調料炒熟，再把魚放進去，猛火煮幾分鐘。西紅柿煮細眼魚，色香味俱全。細眼魚外面酥脆，裡面鮮嫩，又帶點西紅柿的酸甜，是白飯的最佳搭檔。克勤克儉的楊子榮把老廣使用食材到極致的特點發揚光大。飯店裡魚貨多，廣東人鍾愛的魚肚，也就是魚鰾，被他拿來做另一道深受當地人喜愛的羹湯。我哋依家將啲魚肚咧就泡水，就泡佢係2天。呢個咧就係我哋泡咗2日水嘅魚肚啦。魚肚切絲，配上竹筍、杏鮑菇、雞肉，先混合入鍋高湯煮，加入生粉勾芡，熟後裝入煲內。港式魚肚羹清潤爽滑中，同時還有軟糯脆甜的口感。晚上，
杨子荣约上华人朋友，提前庆祝母亲节。母亲节当天上午9点不到，龙凤楼内已是人山人海。餐厅门口也排起了长长的队伍，杨子荣忙得不可开交。身在异乡为异客，杨子荣离乡背井35年，才拥有了现在的事业。老广们在远离乡土15800公里外的巴拿马，历经艰辛，凭着勤劳的双手，创出一片新的天地。